牛大姐，这件风衣的收腰我重新调了尺寸，走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弧度要圆润，刻入穿上才能显瘦。秋燕，你这版打得绝了，这收腰，这垂感，那些老主顾肯定抢着买。整整3天，你就给我出了这么一件样衣，马上就618了，全场都在拼了命的冲量，好几条流水线就等你的版型定下来开工。你倒好，在这儿给我绣上花了。薛总，这是这季的主打款，为了保证上身效果，用了立体剪裁，虽然费点时间，但做出来绝对能打进高端市场。我开的是工厂，要的是效率和利润。你看看这一地的废料，为了你那什么破立体剪裁，糟蹋了快2成的好料子。衣服不合身，就算白给也没人穿。衣服的肩线、收腰，必须留出余量。少拿你那套老掉牙的手艺人思维来教训我！薛总，你干什么？这种拖累周缓率的工业垃圾，以后不准出现在我的车间。顾秋燕，你作为首席版师，带头浪费面料，消极怠工，罚款2000。薛成鹏，你到底懂不懂衣服？你这么瞎搞，会砸了厂子10年的招牌。招牌能当饭吃，你不懂规矩，有的是人懂。陶百合，把你做的新版型拿上来，给大家看看。这种破烂货你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顾姐，话别说得太早，薛总可是夸我这件衣服是天才设计呢。陶百合把 T 恤套在了塑料假人模特上，衣服松松垮垮的挂在模特身上，像个直筒麻袋。陶百合拍了拍模特的肩膀，顾姐，你看看我这个，不需要什么立体剪裁，所有走线全部拉直。最关键的是，我这个版型的面料利用率达到了99%，几乎一点边角料不浪费。我走上前，扯了扯那件衣服的袖笼。陶百合，你懂不懂什么叫活动量？你把袖子完全做平，人穿上只要一抬胳膊，整件衣服就会跟着往上窜，直接卡住脖子。那有什么关系？现在的客户都是看图买衣服，只要我们把模特图修得好看点，加上便宜，谁管你抬不抬胳膊？人家要的是款式，是性价比。陶百合不以为然，我转头看向薛成鹏，你这是在骗人，这种衣服根本没法穿出门。薛总，这就是你说的懂规矩？薛成鹏却连连点头。好，很好，没有多余的剪裁，缝纫工可以直接盲踩缝纫机，出货速度至少能提高3倍，面料还不浪费。薛总，退货率你算过吗？我急了，这种毫无结构的衣服，客户收到一试就会退货，我们的运费险都要赔个底朝天。那是运营该考虑的事儿，轮不到你操心。互联网思维就是唯快不破。薛成鹏指着我，顾秋燕，你要是跟不上公司的战略转型，我不介意换人。车间里鸦雀无声，牛大姐和其他老工人都低着头不敢喘气。薛成鹏当场宣布，陶百合的这款产品立刻投入流水线量产。为了表彰他的创新思维，厂里奖励5000块。从今天起，陶百合升任板房主管，全面负责新版型的开发。谢谢薛总，薛总英明，谢谢。陶百合激动得差点跳起来，我站在原地看着陶百合得志猖狂的嘴脸，感觉这10年的坚持像个笑话。薛成鹏临走前从助理手里拿出一份文件，啪的一声拍在旁边的案板上。薛成鹏敲了敲那份文件，这只是个开始。从明天起，全厂实行新的极速快返双效考核制度，你们每个人的工资都要按这个新规矩来算。顾秋香，你最好仔细看看，别说到时候我没给你机会。薛成鹏一走，车间就炸了锅。牛大姐凑过来小声嘀咕，秋燕，这新规矩到底写了啥？薛总怎么连你都罚呀？
我翻开那份极速快反双效考核制度，越看越觉得荒唐，我气得声音发颤。牛大姐，这上面说以后板房的考核只看2个指标：第一，每天出的新款数量；第二，面料排表的利用率。这2项数据月底拉表格，排名最后的直接扣1半底薪啊！不看版型好不好看啦？牛大姐瞪大了眼睛，我把文件摔在桌上，上面连舒适度这3个字提都没提。只要出图快，只要像陶百合那样画直筒麻袋，只要不浪费布料，那就是优秀员工。陶百合此时正好溜达过来，阴阳怪气的接话：顾姐，这话可不能这么说，薛总这是在给我们减负呢。你以前搞得那么复杂，大伙儿跟着你加班熬夜图什么呀？现在只要一天画10个这种基础版，钱拿得多，下班还早，多好。陶百合，衣服是给人穿的，不是用来凑数据的。我冷冷地看着他，你弄的那些垃圾款式，早晚会把厂子拖垮。陶百合翻了个白眼，指着我桌上的皮尺和画粉，拖不拖垮轮不到你操心，我只知道现在我是主管。顾姐，麻烦你今天下班前交10个新款上来，要是不达标，系统会自动扣你的分哦。说完，他扭着腰走了。10个新款，如果按照我以前的标准，光是调教一个完美版型，就需要反复打样试穿，改个2、3天，一天交10个，除非我闭着眼睛瞎画。我没有理会陶百合的要求，坐回工位，深吸了一口气，拿起笔准备继续画。昨天没做完的裤装样板，我依然坚持在腰胯的位置留出合理的省道，这会让面料多浪费5%，但能让微胖的女孩穿上后显瘦10斤。结果临近下班，陶百合拿着后台数据来找茬了。陶百合拿着报表，声音尖锐：顾秋燕，今天你只交了1个款，而且面料损耗率这么高，按照新规，你今天严重不达标。我没搭理他，收拾东西准备下班。陶百合一把拦住我：顾秋妍，你别以为自己是老员工就能搞特殊。今天的数据我已经报给薛总了，薛总说，如果月末你还是不达标，就直接让你滚蛋。晚上7点，我失魂落魄地走出工厂大门。10年了，我把最好的青春都耗在这个板房里，把厂子当家一样维护。结果现在一份荒唐的表格，一个小人得志的裁缝就把我踩进了泥里，眼眶一阵阵发酸。我躲在厂门外的站牌后面，偷偷抹眼泪。滴滴，2声短促的汽车喇叭声响起，我抬起头，一辆熟悉的轻型小货车停在路边，车门打开，我老公梁建业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冲锋衣，大步朝我跑过来。梁建业粗糙的大手帮我擦了擦眼泪。媳妇儿，怎么在这儿掉眼泪了呢？另一只手像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掏出一个热乎乎的纸袋，拿着，刚烤出来的红薯，可甜了。我接过红薯，滚烫的温度透在手心里，眼泪更止不住了。我咬着牙把今天厂里发生的事原原本本跟他说了一遍。建业，我不想干了，他们根本不是在做衣服，他们是在造孽。我辛辛苦苦打出来的板被剪烂，陶百合弄个垃圾麻袋反而升了职。梁建业是个常年跑布料市场的货车司机，人踏实也懂行。他没急着骂街，而是拉着我上了车，打开暖风，剥开红薯皮送到我嘴边。媳妇儿，先吃口热的。等我咬了一口，才慢慢开口：你呀，就是太轴。你们那个新厂长明显是个只看报表的睁眼瞎。我气愤地说：所以我还气呀，照他们这么干，厂子绝对撑不过半年。梁建业握住我的手，语气很沉稳：撑不过就撑不过呗，那是他老薛家的厂子，你急什么？媳妇儿，咱们就是打工的，人家老板定了规矩，只认数据不认手艺，你非要跟他对着干，吃亏的还不是你自己。我猛地抬高声音：那我就跟着陶百合一起造假，一起弄那些没法穿的垃圾衣服。建业，那可是我拿了10年的剪刀啊，我下不去这个手。我不是让你造假，我是让你先顺着他们的规矩玩。梁建业笑了笑，眼神里透着一股机灵。他们不是要数据好看吗？你是首席版师，你太懂怎么省料了。你用你的真本事去迎合他们的规矩，每天轻轻松松把赚了，不香吗？我愣住了。梁建业拍了拍方向盘，凑近我低声说：媳妇儿，真手艺永远饿不死人。厂里不让你做好衣服，咱们就在家里自己搞。等他们那些工业垃圾烂在市场上的时候，你的真本事才能卖上天价。现在你得先学会低头拿钱。我看着梁建业，心里的委屈突然就散了。第二天一早，我踩着点到了工厂。今天是10号发工资的日子，车间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看手机里的工资条、短信。我点开一看，心头还是忍不住窜上一股火，因为昨天那个被剪烂的风衣算我不达标，加上全场通报，我这个月的底薪硬生生被扣了1半，只发了4000块。陶百合端着咖啡晃悠过来，故意大声嚷嚷：哎呦，顾姐，发工资了，这新规矩就是好啊，我这个月奖金加上底薪拿了1万5呢。顾姐，
你这老员工工资怎么还没我0倍头多啊？周围几个年轻的女工跟着窃笑起来。牛大姐在工位上直叹气，朝我指使眼色，让我别冲动。我深吸一口气，想起昨晚梁建业的话，硬碰硬，我只能卷铺盖走人。想赢就得在这个破规矩里比他们玩得更狠。我转过身，看着陶百合，嘴角扯出一个笑。陶主管说的对，是我之前脑子没转过弯来。互联网思维嘛，急速快反。我今天就开始对齐公司的颗粒度。陶百合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我会服软。她冷哼一声，算你识相。那今天下午5点前交20个新款到系统里，少一个扣200。20个，他这是故意刁难我，我连句反驳都没有，直接拉开椅子坐下。既然你们只要速度和省布料，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拿出一把最普通的直尺和一支画粉，立体剪裁不要了，收腰省道，全砍掉，符合人体工学的绣龙弧度，直接画成一条直线。我只用了一张白纸，5分钟就画出了一个十字形衣服结构图。这种衣服不仅没有任何线条美感，而且因为肩膀和袖子是连在一起的，一刀切，面料利用率达到了恐怖的99.5%。在这个基础的垃圾版型上，我直接用电脑修改领口大小和下摆长度，圆领的算一款，V 领的算一款，长袖的算一款，短袖的算一款。不到中午12点，我就一口气向系统后台提交了30个新款。当下午2点，考核系统自动刷新当日排名时，陶百合看着大屏幕上的数据，手里端着的咖啡啪地一声掉在了地上。她瞪大眼睛冲到我桌前，顾秋燕，你干了什么？顾秋妍，你这交的是什么鬼东西？系统是不是出 bug 了？陶百合尖叫着，我连眼皮都没抬，慢条斯理地喝了口水。陶主管，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30个新款排料利用率99.5%，全在后台系统里挂着呢，一点水分都没有。陶百合指着电脑上的图纸大喊：“你这叫衣服吗？这连个腰身都没有，就是个十字架，领口也是随便挖个洞，你这是糊弄人！我要去向薛总举报你。”薛成鹏刚好从门外走进来，身后跟着2个助理，眉头紧紧皱着。吵什么？陶百合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赶紧把屏幕指给薛成鹏看，声音嗲得发腻：“薛总，您来的正好。顾秋燕恶意刷数据，您看看她画的版，完全就是2块布拼在一起，根本没法穿。她这是在浪费公司的系统资源。”薛成鹏凑到屏幕前盯着看了半分钟，脸色顿时沉了下来。顾秋妍，你这是在跟我赌气？拿这种废品糊弄我！我站起身，直视他的眼睛，语气极其诚恳：“薛总，您误会了，我这是在深刻贯彻您的管理战略。您昨天不是要在全场推行极速快反吗？您仔细看这个版型，我彻底抛弃了传统的立体剪裁，取消了所有的圣道和多余的曲线。”我竖起3根手指，声音响亮：“这样的好处有3个。第一，面料100%零浪费，一点边角料都不留，您的物料成本直接砍到底。第二，车间缝纫组的工人们踩缝纫机全程只需要跑直线，闭着眼睛都能做，咱们的出货产能至少翻3倍。第三，这叫极简风无性别穿搭，现在下沉市场就吃这套，不挑身材，胖瘦都能套进去，你懂的。薛成鹏彻底愣住了，他是个对服装工艺一窍不通的外行，但他是个精明的商人，他听得懂成本砍到底和产能翻3倍。薛成鹏猛地一拍桌子，转头对助理大声说：“好，太好了，这才是互联网思维，去中心化，去繁就简，把复杂的工艺全部标准化。”顾秋妍，我就说你是咱们厂的核心骨干，只要你思想转过弯来，爆发出的效能是惊人的。陶百合急了，脸涨得通红：“薛总，这衣服真的没法穿，肩膀都是直的，人穿上像个大木桶，袖子连着身子。”你懂什么？这叫包容性强，这叫极简美学。薛成鹏不耐烦地打断他：“就按顾秋寒这个版，马上通知车间，今晚就给我打出100件样衣来。”薛成鹏回过头，满脸赞赏地看着我：“顾秋燕，就保持这个冲刺节奏，这个月只要你积分稳住第1，奖金绝对少不了你的。”看着薛成鹏得意满离开的背影，陶百合气得5官都扭曲了。她狠狠咬着嘴唇，走到我工位前，压低声音恶狠狠地说：“顾秋燕，你别得意的太早，不就是画直线吗？谁不会？明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销量冠军。”我微微一笑，头都没抬。好啊，陶主管，那我拭目以待，千万别画虎不成反类犬。接下来的1周，整个板房陷入了疯狂的直线竞赛。我每天准时打卡，一坐下就开始搞我的极简大木桶。圆领的换成 V 领，提交一个新款；长袖的剪成短袖，又是一个新款加个印花，换的颜色分分钟又是10几个新款。这种衣服根本不需要动脑子，我就像个没有感情的制图机器，每天轻松向系统提交50个版型。车间里也是热火朝天，牛大姐踩着缝纫机，一边车直线一边跟我抱怨：“
秋燕，这衣服做出来真能卖出去？这胳肋窝这里连个弧度都没有，一抬手衣服都跟着往上跑，这不勒死人吗？我拍他的肩膀，牛大姐，老板让做啥咱就做啥，你按件计刨，做这种简单的直线条，一天能多赚200-300，不好吗？牛大姐一想，也是这个李略呵呵的，继续踩缝纫机去了。反正扣在衣服上的商标是厂里的，又不是他自己的。转眼到了月底，薛成鹏召开全场大会，公布极速快反双效考核制度实行第1个月的绩效排名。薛成鹏拿着麦克风，满面红光的站在台上。同志们，经过1个月的考核，我们的产能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事实证明，我的战略是极其正确的。下面我宣布本月板房效能积分的第1名顾秋燕。大屏幕上打出我的名字，后面跟着一组恐怖的数据：单月上新1200款，面料平均利用率99.8%，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薛成鹏亲自拿着一个厚厚的红包走到我面前，递给我。顾秋英，你是好样的，这是你这个月的底薪加上销冠奖金，一共18000。你用实际行动打碎了老旧的思想包袱，你是全场的榜样。我双手接过信封，脸上堆起恰到好处的感激。谢谢薛总栽培，这都是您指引的好，只要能给公司省成本，我赴汤蹈火。我余光看到台下的陶百合眼睛都红了，死死盯着我手里的红包，后槽牙都快咬碎了。散会后，我把那18000的现金装进包里，心里却一点波澜都没有。这点钱买不回我那件被剪烂的高定风衣，也买不回厂子10年的口碑。快下班的时候，陶百合突然气势汹汹地冲进我的独立办公区，手里拿着几张纸，直接拍在我的桌子上。顾秋燕，你敢说你没作弊？凭什么我照着你的思路画的直线板交到系统里就被打回来说不合格？你到底在后台动了什么手脚？陶百合指着那几张图纸，声音尖锐的像指甲划过玻璃。我轻蔑的瞥了他一眼，想知道为什么？交学费了吗你？我拿起陶百合拍在桌上的图纸，只看了一眼，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我用手指点了点图纸上腋下的位置。陶主管，这就是你画的极简大木桶，你连最基本的领宽和落肩比例都不懂，你这个尺寸头根本套不进去，还有这袖口，周长比胳膊还细，你打算让客户把手尖了再穿吗？陶百合嘴硬道：“我明明是用尺子量着你的图纸画的。”我站起身，把图纸扔回他脸上。量外形有什么用？那是参数。画直线也是需要功底的，要想让这种废板面料利用率高，同时还能勉强套进真人身体里，需要精确计算肩颈斜度和胸围松量。你这种半路出家的外行，只学了个皮毛，就想抢奖金？陶百合气得结巴。你别理你的了。我看了看墙上的钟，下午4点55分，还有5分钟下班。我今天的1000个效能积分早就满了，就不陪陶主管加班了。说完，我慢条斯理地关上电脑，拿起包，拿出小镜子，补了个口红。5点整，下班铃声准时响起。我踩着高跟鞋，在陶百合喷火的目光中，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板房。走到车间门口的时候，正碰见薛成鹏来视察。我主动打了个招呼：“薛总，下班了啊？”薛成鹏看了看表，微微皱眉：“顾秋妍，这才刚到点儿，现在大家都在冲刺大促，你怎么不主动加班，再多出几个款？”我一脸遗憾地说：“薛总，不是我不想加班，您的考核制度第7条写得清清楚楚，为了防止恶意刷班，每天单人提交款式上限是50个。我今天下午2点就满额了，再画，系统也不计入积分，还要浪费公司的电费。”薛成鹏被自己的制度噎了一下，张了张嘴，竟然无话可说。您放心，我明天一定早点来，继续为公司冲刺极限。我微微鞠躬，转身就走。走到厂门外，梁建业的小货车已经等在路边了。我拉开车门坐上去，把包里的那个厚厚的红包掏出来，直接拍在梁建业的大腿上。我长舒了一口气，老公发财了。梁建业捏了捏红包的厚度，眼睛瞪得溜圆。这么多，那臭小子转性了。这是他奖励我生产工业垃圾的钱。我冷笑一声，今天先不回家，带你去商场买你舍不得买的皮鞋，顺便吃顿好的。梁建业却把红包塞回我手里，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说：“买什么鞋？我带你去个地方。我今天在布料市场搞到了一批好东西，你看了肯定喜欢。”梁建业一脚油门，货车7拐8拐开到了南郊的一个废弃旧仓库门口。神神秘秘的，到底什么好东西？我下车跟着他往里走，仓库里没灯，有些黑。梁建业摸出钥匙，打开卷帘门，拉开灯绳，灯光亮起的瞬间，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角落里整齐地码着10几匹布料，我走过去一摸，手感软糯，垂坠感极佳，带着微微的四面弹力。这是老周家的尾货，我激动的声音都变了。那种专门出口外贸的定制高密罗马布。梁建业搓了搓手，憨厚地笑起来：“眼光毒啊，媳妇儿。老周的厂子清仓，这种布料因为颜色染深了1个度，外贸单被退了。我认识他库管，用1匹10块钱的白菜价全给拉回来了。
这可是做裤子绝佳的料子。我心跳的厉害，这种面料加上我最拿手的立体剪裁，绝对能做出一款极其包容身材的魔术神裤。建业，你太厉害了！我猛地抱住他，狠狠亲了一口。梁建业被我亲得不好意思，摸着后脑勺。媳妇儿，你拿了薛总的奖金，是不是心里还不踏实？我觉得吧，你在厂里顺着他们糊弄事儿赚快钱可以，但你那身真本事不能丢。我点了点头，眼眶有些发热。这个跑货运的糙汉子比任何人都懂我。我看着那堆布料，眼神逐渐坚定。厂里现在生产的全是不能穿的麻袋，为了压成本，全是劣质化纤。618大促要是真把这批货卖出去，早晚出大事故。所以咱们得给自己留条后路。梁建业指了指仓库空地，明天我去旧货市场给你淘一个打板台和2台二手缝纫机放这里，以后你每天准点下班，咱们就在这儿打磨你真正想做的衣服。我用力点头。好，我要做一款真正能让普通女孩穿上都显瘦好看的裤子，我要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手艺。接下来的几天，我的生活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半。白天，我是全场效率最高的制土机器，生产没人能穿的直筒废板。傍晚5点，我立马打卡走人，钻进旧仓库。就在我们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天中午午休，我刚在工位上趴下，牛大姐急匆匆地跑过来，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满头大汗的压低声音说：“薛总疯了。”他刚在上面会议室跟资方签了天价对赌协议，说是为了备战618大促，要照着你画的那个极简版型，一口气生产30万件备货。我倒吸一口冷气，睡意全无。30万件？牛大姐，你听错了吧？那种衣服做几千件试试水就算了，30万件，厂里的流动资金全压进去都不够。牛大姐急得直拍大腿，千真万确。我刚才去行政部领县州亲耳听到的，薛总说这叫规模化压倒一切，还说是为了618大促专门准备的。他说现在流量为王，只要请对了大主播，狗屎都能卖成黄金。我跌坐在椅子上，心里冷笑，薛成鹏这是要带着整个厂子跳崖。那种直筒版型穿上极不舒服，退货率绝对是天文数字，30万件一旦被退回大半，光是运费险和库存积压就能让厂子瞬间破产。牛大姐眼巴巴地看着我，秋燕，咱们怎么办啊？这种衣服踩重金都觉得亏心。我安抚她，牛大姐，按他们说的做，工资照拿，别多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下午开会，薛成鹏果然宣布了这个疯狂的计划，并在会上点名表扬了陶百合。整个会议室里只有薛成鹏和陶百合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老员工们个个面色凝重。晚上下班，我照常去了旧仓库。梁建业已经把二手缝纫机装好，我立刻投入研发，但进度不顺利。微胖身材的包容性极难把握，我连续打废了3个板，裤裆那里的褶皱还是处理不干净。梁建业看我愁眉苦脸，凑过来看了半天。媳妇儿，我今天拉货，专门盯着那些卖肉的微胖大姐看，我发现她们走路的时候，小腹的肉容易往下坠。你试试在这里多留出2寸余量，做一个倒三角的支撑结构。我脑子里灵光一闪，对呀，我兴奋地拿起剪刀，按梁建业说的思路一改，迅速车出一条样裤，自己穿上一试，绝了！小腹瞬间被收平，一点都不累，蹲起丝滑无比，腿部线条被拉得又直又长。老公，成了！我激动地跳到梁建业背上，距离618大促只剩不到1个月了。白天，工厂的流水线业以继日的生产劣质垃圾。晚上，我和梁建业在旧仓库悄悄赶制我们自己的底牌。半个月后，厂里为618预热，薛成鹏找了几个小网红，先发了几百件样，一试水。这天上午，我刚进板房，就听见陶百合在工位上急得摔电话。什么叫卡脖子？什么叫像穿了麻袋？你们懂不懂时尚啊？不行，必须花钱把这些差评全给我删了。我端着水杯走到他工位旁，冷冷地说：“陶百合，你删差评能删掉衣服卡脖子的事实吗？”陶百合吓了一跳：“顾秋燕，你偷听我讲电话？我那是正常维护公司品牌形象，那些小网红就是想讹钱。”我指了指他桌上的直筒样衣。是讹钱还是衣服没法穿，你心里清楚。这种连袖没弧度的设计，抬手就走光，放下就勒脖子，30万件真发出去，运费险都能把厂子赔穿。薛成鹏大步走进板房，满脸不悦地瞪着我。你少在这危言耸听。顾秋叶，你最近是不是太闲了？去盯着陶主管的工作干什么？薛总，我只是提醒他，客户反馈。薛成鹏不耐烦地打断我：“客户反馈我会看数据报表。陶主管刚花了2万块公关费，把那几个恶意差评压下去了。现在全网预肉好评率98%，这就是用钱买时间的互联网打法，你懂吗？”我看着他那副自信的嘴脸，心里冷笑。懂。薛总英明，那我继续去忙工作了。薛成鹏拍了拍手：“这就对了，距离618大促还有20天，我们要把这个爆款的款式矩阵做大。顾秋燕，
今天再给我交50个同版型的不同印花图纸。没问题，薛总，马上交。我毫不犹豫地答应。回到工位，我熟练地打开电脑，把那个直筒废板复制粘贴了50次，随便换了几个俗气的印花图案，打包上传。这就是你要的矩阵，我管它叫工业垃圾场。下午5点，打卡机准时响起，我拎起包就走。陶百合突然从后面快步追上来，一把拽住我的包带，阴阳怪气地喊：顾秋燕，你每天跑这么快，是不是接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私活？我今天非要查查你包里装了什么。松手！我用力甩开陶百合的手，冷着脸看她。陶主管，公司考核规定，我每天交满50个款就能下班。你查我的包，凭什么？凭我是主管，厂里现在全员加班，棍战618，就你天天踩点走。我怀疑你偷带厂里的版型出去卖钱。陶百合不依不饶，周围加班的同事纷纷转头看热闹。我直接拉开挎包拉链，把包底朝天一倒。好啊，你查。几包纸巾，一串钥匙，一支口红，一个空饭盒，稀里哗啦掉了一地，根本没有半张图纸，也没有一块布料。陶百合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尴尬的愣在原地。我蹲下身，把东西捡回包里，头也不回的往厂门外走。查够了吗，陶主管？你要是太闲，不如去车间踩2脚缝纫机。刚出大门，梁建业的小货车已经停在了路边。我拉开车门，上车长舒了一口气。这陶百合疯狗一样到处咬人，多亏你提醒我，把画图的工具全放在旧仓库了。梁建业递给我一瓶水，这叫防人之心不可无。他自己没真本事，就只能天天盯着别人。行了，媳妇儿，别气了。今天仓库里的样库可是全按你昨晚的要求改好了，就等你去试呢。车子很快开到了南郊的废弃仓库，我迫不及待地换上那条最新改进的魔术打底裤，对着仓库里那面穿衣镜一看，我眼眶直接红了。梁建业紧张地凑过来，怎么样，媳妇儿？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转过身，兴奋地抓住梁建业的手。老公，绝了！小腹完全平了，胯部一点都不紧绷，腿看着细了一大圈。这条裤子只要能拿到30岁以上女人的圈子里去卖，绝对能抢风。可是咱们现在只有一条样裤，拿什么去卖？梁建业听完我的话，嘿嘿一笑，走到仓库角落，一把掀开盖在上面的巨大防尘布，下面整整齐齐码着4大卷黑色的高密罗马布，这得有上千米了吧？我惊呆了。你哪来这么多钱进料子？梁建业语气很平淡，我把老家那套空着的老房子抵押了，仿佛在说晚上吃什么一样。媳妇儿，你把10年的心血都搭进去了，我做男人的总得给你备足了弹药。这些布料加上这2台缝纫机，咱们自己干。建业，你疯了！我眼泪唰的流下来，用力捶了他胸口一拳。万一卖不出去，咱们连退路都没了。我信你的手艺。梁建业抓住我的手，认真的看着我。厂里现在那30万件垃圾，迟早要爆雷。等他们雷了，咱们这批货就是救命的活神仙。从今天起，你晚上负责裁剪排判，我找几个靠谱的货车司机老婆，私下里帮咱们踩缝纫机，2000件现货，半个月咱们干出来。我擦干眼泪，重重地点头，干。接下来的半个月，我白天在厂里当无情的印花机器，晚上在仓库里拼命赶制我们的底牌，每天只睡4个小时，但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心里踏实，因为这才是真正的衣服，是对得起消费者的手艺。工厂这边，薛成鹏的30万件直筒版型衣服也全部完工，堆满了3个大仓库。618大促前夕，薛成鹏把全场员工都叫到了会议室，满面红光的站在投影仪前，薛成鹏激动的挥舞着拳头，指着屏幕上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的照片。同志们！为了这次大促，我花了300万坑位费，加上对赌协议，请到了全网第1带货女主播带货一姐。明天晚上8点，她将亲自在直播间穿上咱们的主推款，咱们厂要彻底起飞了。会议室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陶百合手掌都拍红了，扯着嗓子喊：薛总威武，拼成前合作！只有角落里的牛大姐和其他几个老缝纫工面面相觑。牛大姐偷偷扯了扯我的袖子，压低声音：秋燕，这衣服咱们自己人都不敢穿，真能让那个什么大主播推出去？万一穿上出了洋相，那可是几千万人看着呢。我端起保温杯喝了口热水，冷眼看着台上薛成鹏。牛大姐，人家薛总花的是自己的钱，买的是互联网流量，咱们操这心干嘛？安稳拿工资就行了。薛成鹏讲完话，直接指派任务。陶百合，你明天带几个机灵的助理去一姐的直播间现场跟进，盯紧了库存后台，只要一上链接，立刻安排驻团队刷单造势。
保证完成任务。陶百合挺直了腰板，得意地瞥了我一眼。散会后，大家都在兴高采烈地讨论明天能拿多少大促奖金。我收拾好桌子上的画粉和皮尺，直接走到薛成鹏的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进。薛成鹏正盯着电脑上的预售数据看，心情大好。顾秋燕，怎么了？是不是想通了？明天要来厂里一起盯着大促破纪录？不是的，薛总，我把一张提前写好的请假条放在他桌上。我这个月的效能积分已经提前超额完成了，这半年太累了，我想请3天年假回老家休息休息。明天的直播大促我就不参加了。薛成鹏看着请假条，眉头一挑，冷笑了一声。顾秋燕，你这是看不得公司马上要赚大钱，心里泛酸，想当逃兵躲清闲。行，我批了。反正板房现在有陶主管盯着，少了你，明晚的直播一样卖爆。我接过签好字的请假条，微微一笑，那就祝薛总明晚爆单大吉。走出厂门，傍晚的风吹在脸上格外清爽。梁建业的小货车早早停在老地方，今天这辆车有点不一样，车厢外面罩着一层厚厚的防水布，整个车身沉甸甸的。我拉开车门坐上去，看了看后视镜里那座灯火通明的服装厂，我问：货都装好了？梁建业点点头，拍了拍方向盘，2000件魔术神库，一件不差，全是按你最高标准盯出来的，拉链顺滑，走线平整，包装盒都贴好标签了，全在后面车厢里待命呢。我靠在座椅上，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辛苦了，老公。薛成鹏批了我的假，明晚的直播咱们就在车里看。媳妇儿，你觉得他们明晚能听多久？梁建业发动车子，缓缓把车停在了工厂对面，从这里刚好能看见薛成鹏办公室那扇巨大的落地窗。我看着窗外，冷冷地说：撑不了多久，那衣服的版型我最清楚，腋下没有余量，裆部全是直线拉扯，除非那个女主播在镜头前像个木头人一样站着一动不动，只要她敢弯腰，敢抬胳膊，衣服必崩。梁建业听完忍不住笑出声。那明晚可有好戏看了。第二天傍晚，整个厂区灯火通明，所有人都严阵以待。大货车在仓库门口排起长龙，快递单打得像雪花一样满天飞。陶百合带着助理趾高气扬地坐上了去直播基地的商务车。晚上7点50分，我和梁建业坐在黑漆漆的货车驾驶室里，打开了手机，点进了带货一姐的直播间，屏幕里人气已经飙升到了800多万，满屏的弹幕都在刷期待今晚的超级爆款福利。梁建业递给我一听冰可乐，媳妇儿，好戏要开场了。晚上8点整，带货一姐穿着一身华丽的礼服，在一群助理的簇拥下，满面春风地走进了镜头。家人们，今晚第一波王炸福利，上车！屏幕里带货一姐拿着那件我们厂生产的印花短袖，对准镜头大喊：家人们，今天这件极简风 T 恤，厂家直销只要39.9块。不要看它平平无奇，这叫无性别穿搭，遮肉显瘦。库存只有10万件，3、2、1，上链接！我看着屏幕底下的销量数字像火箭一样往上窜，1万、3万、5万、10万件，瞬间秒空。梁建业在一旁咂了咂嘴：好家伙，这网红的嘴是开过光吧？这么一件破布片真能卖这么快？我盯着屏幕冷淡地说：不是他嘴开光，是流量太吓人，但爬得越高，摔得越狠。镜头里一姐笑得合不拢嘴：家人们太热情了，画箱们没抢到的别急，运营正在联系厂家加库存。为了证明咱们这衣服包容性极强，我这就亲自去换上，给大家看看上身效果。同一时间，厂区顶楼的落地窗前，薛成鹏正举着红酒杯，我能清楚地看到他兴奋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我的手机震了一下，是厂里的微信大群，陶百合在群里连发了10几个大红包，配文10万件秒空，薛总威武，准备加库存。牛大姐在群里弱弱地发了一句：陶主管，咱们的退货率后台还没出来呢，别高兴得太早。陶百合立刻在群里怼他：牛大姐，你懂不懂直播带货？只要一姐穿上好看，谁会退货？你就安心等着拿奖金吧，不懂就闭嘴。梁建业看着我的手机屏幕，冷笑一声：这女人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真以为卖衣服是卖图片呢。快看手机！梁建业突然拍了我一下，屏幕里带货一姐已经换好了，那件短袖重新走回了镜头前，她脸上的笑容明显有些僵硬，一边走一边用力扯着勒紧的领口，小声嘀咕：这衣服的码数是不是标错了？怎么这么卡脖子？家人们，衣服我换好了，这个款式呢比较贴身。一姐站在镜头前，努力挤出笑容，弹幕瞬间炸了。姐，你怎么像穿了个木桶？这肩膀怎么直上直下的？看着好奇怪啊！你这手怎么不敢放下来啊？一姐看着弹幕，表情越来越尴尬。这件衣服的版型连袖子都没有落肩，弧度人一旦穿上，腋下没有余量，双手只能微微张开，根本放不平。为了掩饰尴尬，一姐强行圆场，这叫立体过型。现在就流行这种硬挺的版型，大家看。
只要一抬手，这衣服还是挺宽松的。说着，他为了展示宽松，猛地举起双臂，悲剧发生了，因为腋下是死角。一姐抬手的瞬间，整件衣服被硬生生扯着往上窜，原本就紧的领口直接卡住了她的下巴，衣服的下摆直接往上翻卷，死死卡在肋骨处，模样显得极其滑稽尴尬。哎呀！一姐惊呼一声，赶紧把手放下，可衣服卡得太紧，她越挣扎越累脖子，脸都憋红了。旁边的助理赶紧冲上来，七手八脚的帮她往下扯衣服，弹幕像瀑布一样刷了屏。什么破衣服，抬个手就走光，这是给人穿的吗？谋杀啊！退货，赶紧退货，不敢买了。把直播给我掐了！坐在货车里的梁建业笑得直拍大腿，真让你说准了，这哪是卖衣服，这是卖刑具啊！这就叫自作自受。直播间里乱作一团，一姐好不容易把那件勒人的上衣脱下来，头发都弄乱了。她脸色阴沉的瞪着镜头外的团队，显然已经发火了。镜头外传来陶百合焦急的声音：“姐，刚才那件是尺码贴错了，您试试这条神仙裤，这是我们厂的核心爆款，绝对舒服宽松，肯定不勒。”一姐强压着火气，接过裤子去了更衣室。不到2分钟，她怒气冲冲的走了出来。那条直筒裤穿在她身上，裤裆那里绷得紧紧的，全是极其难看的横向拉扯褶皱。你们这是什么神仙裤？一姐指着裤裆，这里连个基础的弧度都没有，对着镜头大骂：“我站着都觉得勒得慌，肉全挤在一块儿了，这根本没法穿出门。”陶百合在话外音里还在死撑：“姐，这叫微压显瘦版型，您稍微走2步，其实弹力很大的，这是设计特点。”大你个头！一姐气急败坏：“行，我走2步给你们看。”她刚往前迈了一大步，想要下蹲展示弹力，撕拉一声极其清脆的布料撕裂声，裤子侧面的缝线瞬间崩开，裂出了一道极其明显的口子。直播间弹幕彻底疯了，裂了，哈哈哈哈，裂了，这质量纸糊的吗？黑心商家退款！一姐尖叫一声，直接蹲在地上，指着镜头外的陶百合破口大骂：“把直播给我掐了，立刻掐了！通知后台，所有的订单全部拦截退款。”法务呢？马上给这个破厂发律师函，我要告他们商业欺诈！骗子工厂！屏幕瞬间变黑，直播被强行中断了。我和梁建业坐在黑漆漆的货车驾驶室里，看着手机屏幕上的直播已结束几个大字。完犊子了！梁建业摇了摇头，这下薛成鹏的老本都要赔进去了。他那个对赌协议就是催命符。厂里的微信大群已经炸翻了天，牛大姐连发了3条语音，声音都在抖。天哪，后台的退单数据直接爆表了，10万件全退了不说，运费险咱们厂要贴进去200多万啊！平台还把咱们店封了。其他工人也慌了，工资还能发吗？老板不会跑路吧？我还指望这钱交房租呢。没过5分钟，陶百合被踢出了直播间，哭着在群里发消息：“薛总，不怪我，是那个网红动作幅度太大了，非要下蹲才把裤子崩破的，这跟版型没关系啊。”你放屁！薛成鹏在群里破口大骂，连发了好几个愤怒的表情。网红的团队刚给我打了电话，索赔3000万违约金，我们厂账户上现在1分钱都没有，30万件货全压在仓库里，成了废品。陶百合，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准备接法院传票吧。群里所有人都不敢说话了，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这半年来的憋屈，在这一刻终于释放了。但这还不够，我要的不仅是他们翻车，我要的是厂子重回正轨。梁建业的手机突然响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递给我：“媳妇儿。”是牛大姐打来的。我接起电话，那头传来牛大姐焦急的哭声：“秋妍啊，你快回来看看吧，厂外头被供货商围死了，薛总急疯了，正满世界找你救命呢。”牛大姐，你先别慌。我对着电话冷静地说：“供货商怎么大半夜来围厂？这也太快了吧！不知道谁走漏了风声，说咱们厂直播翻车，赔了几千万，给咱们供布料拉链的老板全跑来要账了。”牛大姐压低声音：“薛总刚才在车间里发疯，问陶百合为什么版型会出问题。都是照着你教的直线画。薛总现在正到处找你电话呢。”我冷笑出声：“照我教的画，我只教了他画直线，没教他缩小尺寸，那是他自己想邀功抢钱。牛大姐，你告诉薛总，我在老家休假，信号不好，接不到电话。”说完，我直接把电话挂了。梁建业发动了货车引擎：“媳妇儿，现在怎么弄？咱们这就把后面的货拉进去救场。”我拦住他：“不急，现在进去，薛成鹏只会觉得我们是来落井下石的，必须要等他走投无路，把那套形式主义的臭规矩彻底踩碎，我们再出手。现在他还不懂什么叫真正的绝望。”正说着，我的手机响了，屏幕上闪烁着薛成鹏3个大字，我没有接，任由他响到自动挂断。接着他又打了第2个、第3个，等打到第4个的时候，我慢吞吞地按下了接听键。喂，薛总，这么晚了，有什么指示啊？顾秋叶，你终于接电话了。薛成鹏的声音完全没有了平时的嚣张。你在哪儿？你快回厂里一趟，出大事了！透着极度的惊恐和疲惫，那些版型全废了，甚至带着一丝哭腔，几10万件货全被退了。我惊讶地开口：“哎呀，薛总，这怎么可能呢？
那不是您亲自拍板的极速快反吗？面料利用率不是99%吗？电话那头，薛成鹏直接崩溃了，大吼起来：“它的利用率，那快反！顾秋兰，我求你了，你肯定有办法补救，对不对？你快回来，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薛总，我能有什么办法？我靠在货车座椅上，语气平淡：“那30万件衣服是按您的双效考核制度生产，面料裁剪了，成衣做好了。我总不能变个魔术把它们全塞回布匹里去吧？”电话那头，薛成鹏急得直跳脚：“顾秋言，我知道你对我有怨气，但现在厂子门外堵了20-30个供货商，他们要砸厂子。你赶紧回来说句话，只要你能安抚住他们，你要多少奖金我都给。”这不是钱的事儿，我冷冷地说：“那几十个老板要的是货款，厂里账上没钱，我去了他们就能放过我。薛总，您自己定的战略，现在出了事儿得您自己扛。你这是见死不救！”薛成鹏破音了：“我是个遵纪守法的打工人，正在休年假。薛总，您慢慢处理吧。”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顺手关了机。梁建业看着我，有些担心：“媳妇儿，真不管了，那些供货商要是一冲动把机器砸了，咱们接盘也麻烦啊。”我笑了笑，摇下车窗，看着对面厂门外黑压压的人群。不能不管，但不能替他薛成宾管。我从包里掏出另一部备用手机，翻出一个号码。供料的金叔最听我的，我私下给他透个底。我拨通了号码，电话响了2声就接通了。金叔急躁的声音传过来：“喂，谁呀？正烦着呢。”我压低声音：“金叔，是我，顾秋燕，您先别急着砸门，听我说一句，砸了厂子，您那1万多米的布料钱可就真打水漂了。”秋燕，金叔一愣，声音稍微降了下来：“你在哪儿呢？你们薛总当缩头乌龟，我们今天非要把仓库搬空不可。”金叔，仓库里那堆破衣服根本卖不出去，您拉回去当抹布都嫌硬。您听我的，带头让大家散了。我冷静的分析：“给我2天时间，我保证把欠您的货款一分不少的结清。”金叔沉默了几秒：“秋燕，我知道你是个实诚孩子，可是你们厂这次连带货一姐都得罪了，要赔几千万，哪来的钱给我们结账？”厂长没钱，不代表厂子没活路。这10年来，我顾秋燕什么时候坑过您？您要是信我的手艺，今晚就先带人撤。我语气坚定：“后天下午，我亲自在厂里给您结账。”金叔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行，看在你在这厂里干了10年的份上，我老金信你这一次，但我只给你48小时。”挂了电话，不到10分钟，原本围在厂门口叫骂的人群开始松动。金叔几句话安抚住了其他供货商，几辆面包车陆陆续续开走了。梁建业在一旁竖起大拇指：“媳妇儿，你这面子比薛成邦的职位好使多了。”我看着空荡荡的厂门，那是10年打交道攒下的信用。薛成鹏今天晚上估计要睡不着了，等明天他彻底绷不住，咱们再出场。第2天早上9点，我重新开机，厂里的微信群已经炸成了锅。牛大姐在群里连发了好几条语音，语气里透着惊恐：“秋燕，出大事了！薛总刚在板房里跟陶百合打起来了，他让陶百合背这几千万的黑锅，陶百合直接把电脑砸了，说要死一起死。”我点开牛大姐发来的一段偷拍视频，视频里薛成鹏双眼通红，指着陶百合的鼻子大吼：“全是你画的版型！30万件库存，3000万违约金！你是板房主管，你不负责谁负责？我马上让法务起诉你职务犯罪！”陶百合头发都散了，像个疯婆子一样把桌上的文件全扔在地上。“你少吓唬我！”陶百合尖叫着：“文件全是你签字通过的，你说面料利用率要达到99%，我不画直线能达到吗？你为了对补协议盲目排产，现在翻车了，想让我当替罪羊，做梦去吧你！”你被开除了，现在就滚！薛成鹏气得浑身发抖。开除就开除，你这破厂明天就要倒闭了。陶百合抓起自己的包：“薛成鹏，你这套破规矩早就烂透了，活该你破产。”看完视频，我冷笑一声：“这2个把厂子搅得乌烟瘴簇的罪魁祸首，终于摇起来了。”梁建业凑过来看了一眼：“这叫什么？多行不义必自毙。媳妇儿，咱们现在进场吗？”“不急。”我看了看手表，薛成鹏的底线还没到底，等他去求救无门的时候，我们才能拿到最大的谈判筹码。到了中午，牛大姐又打来了电话。牛大姐在电话里哭出声来：“秋燕，刚才医院打来电话，老董事长听说了昨晚直播的事儿，直接突发脑溢血进了 ICU， 银行那边也收到风声，把咱们厂的账户全冻结了。”听到老董事长住院的消息，我心里咯噔一下。老董事长是个实干家，当年也是一刀一剪把厂子做大的，只是年纪大了，才把厂子交给这不懂行的儿子。牛大姐，你别哭。我语气沉稳地安抚她：“厂子倒不了，老董事长的招牌也不能砸。你去安抚一下车间的工人，让大家都在工位上待着，哪儿也别去。”挂了电话，我转头看向梁建业：“老公，发动车子，咱们该去收网了。”
梁建业麻利地拧动车钥匙，货车轰鸣着开出了停车位。我们没有走正门，而是让梁建业把货车直接开到了厂区后门的主通道上，横在那里，把通道堵得严严实实。我拎着包，踩着高跟鞋，大步流星地走进办公楼。走廊里死气沉沉，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唉声叹气。看到我走进来，牛大姐像看到了救星一样迎上来。秋叶，你可算来了。没事了，牛大姐，交给我。我拍了拍她的手，径直走到总经理办公室门口，连门都没敲，一把推开。办公室里弥漫着刺鼻的酒精味，薛成鹏领带扯得歪歪扭扭，头发乱得像个鸡窝，瘫坐在老板椅上，面前丢着几个空酒瓶。听到开门声，他抬起浑浊的眼睛看了我一眼。你来干什么？薛成鹏苦笑了一声，声音嘶哑的厉害。来看我的笑话吗？顾秋燕，你赢了。你说的对，我不懂衣服。现在场子完了，我也完了。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准备找下家吧。我走到他桌前，把手里的文件袋啪的一声摔在桌上。场子完没完，你说了不算。薛成鹏被摔文件的声音吓得一哆嗦，酒醒了几分。你什么意思？他坐直了身子，死死盯着我。我拉开椅子，在他对面坐下，语气冰冷。我说：场子还有救。那3000万的违约金和堆积的库存，我有办法解决。薛成鹏猛地站起来，双手撑在桌子上，像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顾秋燕，你真的有办法？只要你能让一姐不起诉我们，你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双倍年薪，板房总监，全给你。我不要那些虚的。指了指桌上的文件袋，打开看看。薛成鹏颤抖着手拆开文件袋，抽出里面的几张纸，刚看了一眼，他的脸色就变了。废止双校考核制度，恢复传统勾弋程程。他越念声音越大。顾秋燕，你这是要全面推翻我的管理方式。你的管理模式已经被市场证明是……我毫不客气地对回去。如果继续用你的方法，这厂子连3天都活不过。他继续往下看，突然倒吸了一口凉气。30%的股权转让书，顾秋燕，你疯了吗？你这是趁火打劫！你个打工的想抢我们老薛家的产业，这叫技术入股。我冷冷地看着他，没有我，你明天就要面对几千万的债务和法院传票。老董事长在 ICU 里躺着，你能拿什么救他？薛成鹏把文件狠狠摔在桌子上，咬牙切齿地说：顾秋燕，我承认我之前小看你了，但我不可能签这份协议。就算我破产清算，我也不会把股份分给你一个外人。我看着薛成鹏这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嘴脸，一点都不生气。行，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我站起身，把那份股权转让协议重新装回文件袋里。薛总既然愿意破产，那我就不打扰了。哦，对了，陶百合应该快收到传票了，估计他到时候在法庭上会把你怎么逼大家造假衣服的事儿抖个干净。说完，我转身就往外走，没有一丝犹豫，1步2步3步，我的手刚搭上门把手。等一下！薛成鹏的声音从背后传来，透着深深的无力。我没有回头。你到底有什么办法补救口碑？薛成鹏的声音都在发抖。那30万件破衣服已经被全网骂成了工业垃圾，就算是神仙也卖不出去了，凭什么去翻盘？我转过身，看着他走到窗户边往下看。薛成鹏愣了一下，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我也走了过去，指着楼下那辆停在通道中间的货车。梁建业正站在货车旁边，拉开了车厢的卷帘门。那里面是我这半个月来每天下班后熬夜打出来的2000件现货。我一字一顿地说，每一件都用的是高密罗马布，用的我最拿手的立体剪裁，绝对包容任何微胖身材。薛成鹏瞪大了眼睛，呼吸急促起来。2000件，你哪来的钱？哪来的工人？这你不用管。我盯着他，我只问你一句，想不想用这2000件好货把厂子的招牌救回来？薛成鹏冲出办公室，连电梯都没等，直接从楼梯跑了下去。我踩着高跟鞋，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来到货车前，薛成鹏一把抓起车厢里的一件魔术神裤样衣，他用力扯了扯裆部的缝线，又看了看腰部独特的倒三角支撑设计，最后把裤子套在旁边的塑料模特上，完美的垂坠感，没有一丝多余的褶皱。这版型，这走线。薛成鹏结巴了，眼眶慢慢红了。顾秋燕，这是你一个人做出来的？不止我一个，还有这些天为了厂子默默担心的老工人们。我看着他，薛成鹏，衣服是给人穿的，不是给系统报表看的，这才是你爸当年立场的根本。薛成鹏双手捧着那条裤子，眼泪直接掉了下来。他转过身，用手背胡乱抹了一把眼泪，声音沙哑。文件呢？我从包里把那份股权转让协议和废止 KPI 的通知书递给他。梁建业在旁边递过去一支笔，薛成鹏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在2份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按了红手印。顾秋燕，以后板房和车间你说了算。薛成鹏把文件递还给我，眼神里多了一丝祈求。但只有2000件现货，怎么可能平息几千万的退货怒火？一姐那边根本不接我的电话，平台也把我们的账号封了，怎么卖？我把签好字的文件仔细收进包里，
一姐那边不需要你联系。我转头看向梁建业，卸货，把这2000件衣服全部搬进1号发货舱。是。梁建业立刻招呼了几个在旁边围观的男工人，开始搬箱子。我拿着那份盖了公章的废除 KPI 通知，直接走向车间。车间里100多号工人正人心惶惶地坐着，看到我走进来，大家都静了下来。各位，从今天起，什么破烂积分，什么面料利用率指标，全部作废。陶百合已经被开除了。车间里先是一静，随后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牛大姐激动得直抹眼泪，我往下压了压手，大声说：“大家先别急着高兴，厂里现在生死存亡，咱们必须打一场硬仗。”牛大姐立刻站起来，将系统内简易直筒版型图纸进行整理归档，调取以往立体剪裁款式资料。我立刻进入战斗状态，通知所有缝纫工，今天晚上全员加班赶制魔术神库，加班费按3倍发，布料让供应商马上送。我刚才已经和老金谈妥了。工人们的斗志瞬间被点燃了，大家纷纷坐回缝纫机前，哒哒哒的机器声再次响彻车间。这一次节奏稳健而充满力量。安排好车间，我回到办公室，薛成鹏正愁眉苦脸地坐在沙发上。顾总，薛成鹏改了称呼，苦笑着说：“工人干劲是足了，可是咱们的电商店铺已经被平台强制下架了，主账号也被封禁，我们连直播间都开不了，东西卖给谁去？”我喝了口水，微微一笑。谁说卖货一定要靠大主播的直播间？不靠大主播，那怎么带货？薛成鹏彻底懵了。我把手机扔在桌面上，点开几个短视频。薛成鹏，你平时看短视频吗？除了那些千万粉丝的顶流，你有没有注意过那些只有几万粉丝的下沉市场宝妈？薛成鹏摇了摇头，那种小号转化率太低了，不知道。大错特错。我用指关节敲了敲桌子。大主播卖的是人设和坑位费，粉丝买是为了凑热闹。而那些每天记录生活、带娃做饭的宝妈，他们的粉丝虽然少，但粘性极高，因为真实。咱们的魔术库卖的就是真实体验。我转身看向梁建业，老公，你那个货车司机互助群里有多少嫂子是在玩手和发日常的？你算问对人了。梁建业嘿嘿一笑，掏出手机，少说也有100多个。平时他们老在群里发链接求点赞，我问问。他在群里发了条语音：各位嫂子，我媳妇儿厂里有批神仙打底裤，微胖显瘦，免费送给大家穿。只要穿上拍个短视频，挂个小黄车链接，卖出去1件给大家提成10块，谁干？群里安静了5秒钟，随后消息像瀑布一样刷屏了。我干，你给我发2条，说梁哥真有提成啊，我马上开。薛成鹏看着梁建业手机上疯狂跳动的消息，眼睛都直了。他不敢置信地问：就靠这些素人发短视频，能行吗？那些被大主播退货的粉丝，怎么可能买账？我看了眼时间，冷声道：这就需要一点手段了。薛总，准备电脑，我们马上发一条全网道歉声明。晚上8点是短视频平台的流量高峰期，我让薛成鹏的助理架好机器，背景就选在车间里。我穿着普通的工作服，坐到了镜头前，开机。我深吸一口气，视频开始录制。我对着镜头举起那件裂开裆的烂裤子，直接一剪刀把它彻底剪碎。我是昨天直播翻车的那家服装厂的首席版师，我没有绕弯子，直奔主题。昨天发给一姐的货确实是工业，为了压缩成本，我们取消了所有的版型余量，坑了大家。我顿了顿，工厂差点因此破产。今天老规矩作废，我们带着2000件真正符合立体剪裁、包容微胖身材的现货回来给大家道歉，不需要坑位费，不需要大主播。说着，我拿出了那条我亲自做的魔术裤，用力拉扯展示弹力，并且现场穿上，下蹲抬腿，没有任何卡顿和紧绷。由于我们厂的官方账号被插，今晚这批货将由100位普通的货车司机家属、全职宝妈同步在他们的个人账号上架，39.9块，不好穿，全额退款包邮。视频录好后，我立刻让运营团队花钱投流，并把这段视频发给了梁建业联系好的那100位宝妈。不到半小时，100多个几万粉丝的小号同步发布了我的道歉视频，并在评论区挂上了小黄车链接。办公室里，我和薛成鹏死死盯着后台的汇总数据屏幕，前10分钟销量一直停留在0，弹幕里全是在骂骗子，还有脸出来。薛成鹏紧张的手心全是汗。顾秋妍，大家好像根本不买账啊！话音未落，后台系统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滴滴警报声。滴滴滴，后台系统的红色警报灯疯狂闪烁，薛成鹏吓得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完了，脸色惨白。是不是平台看我们换号卖货，把我们这几个宝妈的号也给封了？还是又有退款单砸进来了？我快步走到电脑前，一把推开它，双手快速敲击键盘，刷新后台数据。看着屏幕上跳出来的数字，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转头看着薛成鹏。薛总，你连自己开发的系统警报声都分不清吗？这不是退单警报，这是库存受穷的爆单提示。受清！薛成鹏不敢置信地凑过来，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2000件现货，10分钟全卖光了。不是10分钟，是3分钟。梁建业在旁边晃了晃手机，咧嘴直笑。媳妇儿，
你快看群里那些嫂子们发来的截图，全在催着咱们补货呢。我点开梁建业手机里的短视频，视频里一个微胖的宝妈穿着我们的魔术裤，一边颠勺炒菜，一边对着镜头喊：姐妹们，这裤子绝了，140斤穿上，肚子上的肉全勒平了。蹲下摘菜，一点不卡裆。39.9块，闭眼冲。评论区全是一清二水的以买求加库存。薛成鹏看着这一幕，三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没花1分钱坑位费，没买热搜，就靠这几句大实话，真能卖断货？这才是真正的下沉市场。我盯着后台不断攀升的预售订单，大家不傻，你把钱花在质量上，大家自然会用订单投票。我转身拿起办公桌上的对讲机，调到车间频道。牛大姐，预售通道已经打开，2000件全空了。告诉大伙儿，放开了踩缝纫机，今晚通宵。对讲机里传来车间震天的欢呼声。可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是陶百合打来的电话。我接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尖锐刺耳的笑声。哎呦，顾总，听说你们厂今晚靠几个农村妇女卖了几条破裤子，还真以为自己能翻身啊？我眉头一皱。陶百合，你已经被开除了。怎么？收到法院的违约金传票，想找我借钱打官司？你少得意！薛成鹏那个蠢货想告我，做梦去吧！我已经入职了对面的新兴服装厂，当了生产总监。你们今晚卖的那条打底裤，我看过短视频了，不就是加了几条老道吗？真以为是什么商业？我心里一沉，新兴厂是本地最大的代工厂，规模比我们大2倍。你想干什么？不干什么，就是通知你一声，你们那款神裤，我们新兴厂今晚就开始1:1打版复刻。陶百合语气嚣张，你们卖39.9块，我们就卖19.9块。我们有全自动流水线，一天出货5万件。顾秋燕，跟我斗，我要你们厂彻底死绝！说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薛成鹏在旁边听得一清二楚，急得直冒汗。顾秋燕，这怎么办？新兴厂要是真打价格战，那些下沉市场的客户肯定全跑去买便宜的了。我没有理会他，直接拿起外套往外走。梁建业赶紧跟上来。媳妇儿，干嘛去？我一边往楼下走，一边飞快地说：陶百合不懂核心版型，他复刻出来的绝对是残次品。我真正担心的不是他抢生意，而是另一件事。快，带我去南郊的布料批发市场，晚了就来不及了。梁建业一脚油门，货车在夜色中疾驰。媳妇儿，你担心陶百合去搞咱们的布料？梁建业一边打方向盘，一边问：魔术裤的核心除了我的版型，就是那种高密度的罗马布。我盯着窗外，那种布料目前只有老金手里有一大批外贸尾单。陶百合既然要1:1复刻，又想压力成本，他肯定会去找老金。等我们赶到南郊批发市场，老金的仓库大门半开着，还没走进去，就听见陶百合尖锐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金老板，我这可是带着现金来的，你们这批罗马布我出12块钱1米，全包了，比他给你的价高2块钱。我快步走进去，正好看到陶百合把厚厚2摞现金拍在老金的办公桌上，老金手里拿着茶杯，一脸为难。金叔，我直接走过去，咱们下午可是说好了的，这批布料全给我们厂留着，我也交了定金的。老金叹了口气：秋燕啊，不是叔不仗义。新兴厂的大老板刚才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说如果我不把布给他们，以后新兴厂的所有订单都不从我这里走了。你也知道，叔这一大家子要养活，得罪不起大厂啊。陶百合双手抱胸，听见没，顾秋燕，在绝对的资本面前，你那点手艺连个屁都不是。这批布料我全拉走，我看你们明天拿什么做裤子。我死死攥着拳头，难道好不容易翻盘的局面，就要被这个小人掐断咽喉？这时，一直跟在我身后的梁建业突然走上前，一把拿起桌上的茶壶，给老金倒了杯茶，慢悠悠地说：金老板，布料您尽管卖给他，我们不要了。老公，你疯了！没这批高密罗马布，魔术裤包容显瘦的效果至少折损1半。老金和陶百合也愣住了。梁建业拍了拍我的手背，转头冲陶百合冷笑：陶总监是吧？12块1米买尾货残次品，您可真是财大气粗，赶紧拉走，祝你们新兴厂大卖。说完，梁建业拉着我就往外走。上了货车，我急得眼圈都红了。梁建业，你到底在干什么？没有好料子，我拿命给工人做裤子啊！梁建业一边发动车子，一边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送货单递给我。媳妇儿，你仔细看看，老金那批外贸尾单是从哪个港口拉回来的？我借着车灯扫了一眼，江州港。对喽。梁建业咧嘴一笑，老金只是个2道贩子，江州港那边最大的面料进口清冠公司老板，早些年资金链断裂，差点破产，是我带着车队兄弟帮他平的事儿。他欠我一个天大的人情。我猛地反应过来，你的意思是，咱们直接越过老金去源头拿货，而且不是拿尾单。梁建业一脚油门，我刚才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他手里有一批全新的高密弹力布，原本是出口日韩的，因为规格差了1毫米被压在港口，成本价只要8块钱1米。
我这就带你去江州港验货。我看着身边这个其貌不扬的糙汉子，心里涌起一股巨大的安全感。第二天清晨，梁建业带着10辆重型卡车，轰隆隆地开进了我们厂的大门。看着堆积如山的优质面料，车间里的工人们欢呼雀跃。我拿起一块布料，在手里拉伸了一下，回弹极佳，透气性比之前还要好。牛大姐，料子到位了！我大喊一声，告诉大伙儿，今天加足马力，咱们要把丢掉的市场全抢回来。放心吧，秋燕。牛大姐踩着缝纫机，笑得合不拢嘴，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呢。薛总刚才发话了，只要保质保量完成，这个月工资翻倍。说到薛成鹏，这小子现在完全变了个人。以前他西装革履，从不进满，是线头和机器轰鸣的车间。现在他穿着件皱巴巴的 T 恤，正满头大汗的扛着一箱矿泉水给大家发水，时不时还帮着清理过道里的废料。我走过去，递给他一张纸巾。薛总，干得还习惯吗？薛成鹏擦了擦汗，苦笑着说：“顾秋燕，你就别挖苦我了。我以前总以为坐办公室看报表就是管理，现在才知道，真正的管理是让机器转起来，让工人赚到钱。咱们网上的预售单已经破10万了，今天能交多少货？3万件。我自信地说：“有了新料子，版型我也微调过了，走线更快。”就在我们全力冲刺的时候，厂门口的保安突然跑进来，神色慌张：“薛总，顾总。”外面来了2辆大奔，说是带货一姐的经纪人团队，他们非要见您，说有上亿的生意要谈，还带了几个保镖，看着来者不善啊！薛成鹏脸色一变，他们还敢来？走，去看看。我和薛成鹏来到办公楼的大厅，沙发上坐着一个戴着墨镜、穿金戴银的女人，正是带货一姐的经纪人胡姐。胡姐身后站着几个5大3粗的保镖，看到我们出来，胡姐连墨镜都没摘，直接从包里掏出一份合同扔在茶几上。薛总，咱们明人不说暗话。胡姐翘起2郎腿，语气傲慢。你们那个道歉视频和素人带货的手法确实玩得漂亮，现在全网都在找你们的魔术库。我们一姐发话了，之前的事儿一笔勾销，这是独家代理合同。薛成鹏拿起合同扫了一眼，脸色顿时铁青。我走过去一看，直接气笑了。合同上写着免坑未费，但要求出厂价压到9块9，并且一姐团队要抽走60%的销售提成。最过分的是，要求我们在裤子上打上一姐的个人品牌 logo。你们这是空手套白狼啊！我冷眼看着胡姐，9块9的出厂价，连我这块高密罗马布的成本都不够。顾秋燕是吧？我听说过你。胡姐摘下墨镜，不屑地打量我。你们这种破厂子懂什么叫品牌溢价吗？贴上一姐的牌子，这裤子我们直播间卖99，你们只要负责踩缝纫机就行了。这合同你们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如果不签呢？薛成鹏咬着牙问。胡姐冷哼一声，重新戴上墨镜。不签？对面的新兴复工厂昨天已经主动找过我了，他们手里有一模一样的版型，而且愿意给低价。我今天来找你们是给你们面子，别给脸不要脸。大厅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保安和几个路过的工人都紧张地看着我们。在服装行业得罪了头部主播和超级大厂，基本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薛成鹏攥着那份合同，指关节都捏白了。最终他深吸了一口气，刺啦！薛成鹏当着胡姐的面，直接把那份合同撕成了2半，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薛成鹏，你疯了！胡姐猛地站起来，气急败坏。我没疯。薛成鹏挺直了腰板，指着胡姐的鼻子骂道：我薛成鹏是栽过跟头，但我还没见到去给你们当血汗工厂。衣服好不好，消费者自己会分辨。我们不贴你们的烂牌子，也不给你们抽血。说得好。我走上前，并肩站在薛成鹏身边。胡姐，麻烦你回去转告陶百合和新兴厂，版型他们随便抄，但裤子到底好不好穿是买家说了算，慢走不送。胡姐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们：好，你们有种，给我等着！不出3天，我要让你们这破烂裤子烂在仓库里！说完，他带着保镖气呼呼地走了。薛成鹏转过头看着我，苦笑一声：顾秋燕，我刚才这把算不算硬吃了一回？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薛总非常有骨气，不过接下来的硬仗才刚刚开始。果然，第2天一早，局势就突变了。牛大姐慌慌张张地拿着手机跑进板房。秋燕，薛总，你们快看，带货一姐开播了，卖的居然真的是魔术裤，只要19块9，连模特图都是照搬咱们的。我点开牛大姐递过来的手机，直播间里带货一姐手里举着一条黑色的打底裤，激情澎湃地喊着：家人们，昨天那家厂的裤子根本不值39块9，今天我直接把价格打下来，新兴大厂代工，一模一样的版型，只要19块9，库存100万件，给我抢！屏幕底下的销量像疯了一样滚动，眨眼间就卖出了几10万条。陶百合果然把老金的伪单面料全做成了成衣。薛成鹏急得在办公室里团团转。这下完了，他们利用巨大的流量优势打价格战，咱们昨天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口碑全被截流了。薛总别慌，我看着屏幕上那条1:1复刻的黑裤子，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让他们卖，
卖得越多越好。你是不是气糊涂了？薛成鹏看着我，咱们今天早上的预售单直接要了，这还叫好？我慢条斯理的倒了杯茶。薛总，你以为服装打版真的就是用皮尺量个长宽那么简单吗？什么意思？薛成鹏愣住了。我这10年的手艺不是画几条线就能学去的。我拉开抽屉，拿出一张我最初的设计图纸，指着裤裆最核心的三角受力点。陶百合偷走的版型是成衣拆解下来的表面轮廓，但他不知道我在这个最关键的受力点内部做了一个极其隐蔽的反向牵拉导回针。我看着薛成鹏震惊的表情，这种微胖神裤受力极大，如果没有我独创的那个内部受力点支撑，只靠普通缝纫机平常走线，顾客只要一弯腰或者多洗2次，必定造成大面积撕裂。他们卖出100万件，就等于埋了100万个地雷。薛成鹏倒吸了一口凉气。顾秋燕，你这也太神了吧！你早就料到陶百合会偷版型？在板房里混了这么多年，防人之心我还是有的。我收起图纸。他们用19.9块的价格加上高昂的坑位费，这就意味着陶百合在车间流水线上必须极致压缩工时。工人们为了赶数量，绝对不会去仔细加固裆部的走线。薛成鹏兴奋地一拍手，所以他们现在卖得越火，爆雷的时候就越惨。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等。我看着窗外忙碌的工人们，通知车间质量标准再提高1级，出厂前每条裤子都必须经过拉力测试。他们打他们的价格战，我们做我们的高品质。接下来的3天是极其难熬的3天。新兴厂的19.9块魔术裤铺天盖地，带货一姐的直播间每天都在破纪录，而我们厂的订单量则出现了断崖式下跌，甚至有不少之前在宝妈小号里下了单的顾客，为了贪图便宜跑来申请退款，转头去了一姐的直播间。车间里开始出现了一些风言风语，牛大姐满脸愁容的找我。秋燕，大家都在担心，这堆积下来的货要是卖不出去，咱们下个月工资还能发吗？听说新兴厂那边都在发高额加班费呢。我拍拍她的手，语气坚定。牛大姐，你相信我吗？牛大姐看着我，用力点了点头。我看着日历上画红圈的日子，那就告诉大家，安心干活。算算快递时间，第一批买新兴厂裤子的人，今天应该已经收到货，并且穿出门了。最快今天晚上，好戏就要上场了。晚上8点，我和梁建业、薛成鹏准时坐在电脑前。一姐的直播间刚刚开播，她正准备继续推销那款打底裤，突然弹幕的风向变了，不再是买，而是满屏极其愤怒的红色感叹号！骗子，大骗子！这什么破裤子！我今天穿去上班，在地铁上蹲下去捡个东西，裤裆直接裂到了大腿根。我也是，这布料根本不透气，穿了1天，身上全起红疹子。19.9块买个一次性的，太坑人了！大家别买，一蹲就破。类似控诉的弹幕像海啸一样，瞬间淹没了直播间。一姐的脸色唰的一下变白了，手足无措的看着镜头外的团队。薛成鹏激动的一拍桌子，爆了！终于爆了！媳妇儿，老金那批尾货面料本身就是残次品，加上陶百合的劣质工艺，这下是质量和版型双重翻车。直播间里，一姐的控场完全失效，很多愤怒的粉丝直接去消费者协会的官方账号下留言举报。就在这时，一个有着100万粉丝的专业测评博主发布了一条打假视频，视频里博主把新兴厂的裤子和我们厂的裤子放在一起，直接用大剪刀剪开。博主拿着放大镜对着镜头指出了最致命的一点，大家看，这就是裂壁驱逐良壁。这家19.9块的裤子裆部走线完全是单线平缝，一扯就断。而这家39.9块的原创厂内部采用了双重倒回针加固，陶百合所在的工厂涉嫌严重的产品质量问题。此时，对面的新兴厂里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梁建业一拍大腿，兴奋地说：“媳妇儿，这是市场监管部门去新兴厂查封了，这帮黑心造假的报应来得真快。”薛成鹏激动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走。顾秋荷，你这招釜底抽薪太绝了！他们那100万件库存，现在全成了涉案物证。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语气平静。这叫自作孽不可活。陶百合为了省工时，连最基本的质检都省了。衣服裂裆是小事，面料里的甲醛等化学残留超标才是大雷。老金那批尾货根本没有质检合格报告。正说着，电脑屏幕上弹出了本地新闻的紧急快讯。本台最新消息，位于南郊的新兴服装厂因涉嫌生产伪劣产品，引发大量消费者投诉。目前监管部门已介入调查，现场查扣劣质服装数十万件，相关负责人正在接受问询。车间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工人们彻底沸腾了。牛大姐跑进办公室，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秋燕、薛总，你们看新闻了吗？新兴厂停工了，陶百合刚才还在朋友圈发疯呢，现在估计已经被带走问话了。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我站起身，牛大姐，通知大家，咱们不能看热闹。新兴厂倒了，市场上的缺口全都是咱们的。今晚加班费涨到4倍，必须保证绝对的品控。得嘞，大家伙现在干劲儿足着呢。牛大姐干脆地答应着，跑回了车间。薛成鹏看着我，满眼都是敬佩。顾总，我现在算是彻底服了，做实业真的容不得半点虚假。那一姐那边咱们怎么办？
他现在可是全网被黑。我看着手机上刚刚收到的一条私信，冷笑了一声。不需要咱们管，他现在比咱们急多了。你看，他经纪人胡姐刚才给我发信息了，说一姐马上要开一场全网道歉直播，还要在直播间里给咱们厂免费打广告呢。晚上9点，带货一姐再次开启了直播。这一次她没有穿华丽的礼服，而是穿着一件普通的白衬衫，眼睛红肿，显然是刚哭过。家人们，对不起。一姐对着镜头深深鞠了一躬。这次的打底裤事件是我团队选品不严，被新兴厂的虚假宣传骗了，我们已经报了案，并决定先行赔付所有消费者的损失。弹幕里依然骂声一片，但比之前稍微平息了一些。一姐擦了擦眼泪，拿出了我们厂生产的那条魔术裤。为了弥补大家的损失，我今天自费买了1万条原版正品的魔术裤。一姐对着镜头展示着我们裤子内部的加固走线，大家看，这才是真正的良心做工。这是南郊老厂的首席版师顾秋燕亲手打的版，我今天免费抽送给大家。梁建业看着屏幕，乐得合不拢嘴。媳妇儿，这女人变脸比翻书还快，这下咱们厂的名字算是彻底在全网打响了。他这是花钱保自己的账号。我冷静地分析，不过对咱们来说，这波免费的顶级流量不吃白不吃。果然，随着一姐的直播，我们厂那些宝妈小号里的销量开始呈指数级爆发。10万件，20万件！薛成鹏盯着后台数据，声音都在发抖。顾秋妍，咱们的预售订单已经排到下个月了，这才是真正的爆单啊！我立刻拿起对讲机，所有车间注意，稳住节奏，不准为了赶数量降低标准。每一条裤子出厂前必须过拉力测试。忙碌了一整夜，天快亮的时候，我和梁建业才走到厂门口，准备去吃个早饭。厂门口刚一打开，一个披头散发、满脸憔悴的女人突然从角落里冲了出来，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她死死抱住我的腿，哭得撕心裂肺。顾姐，顾姐，我错了，你救救我吧！我低头一看，竟然是陶百合。她现在哪还有半点之前嚣张跋扈的样子，衣服皱巴巴的，满脸都是眼泪。顾姐，你帮我跟监管部门求求情吧！陶百合哭喊着，把责任全推到我头上了，说我是生产总监，质量问题都是我的责任，他们还要我赔违约金，我哪有钱赔啊！梁建业一把将她拉开，护在我身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偷版型坑消费者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后果？我看着瘫坐在地上的陶百合，心里没有半点同情。陶百合，你搞错了一件事。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不是我不想救你，而是你触碰了法律和市场的底线。你明知道那个版型没有余量，明知道老金的尾线没有质检，你为了拿提成，还是昧着良心投产了，这就叫自作自受。可是我是照着你画的图做的啊！我画的图是给薛成鹏那个荒唐的考核制度看的。我早就警告过你，那衣服没法穿，是你自己利欲熏心。你现在该做的是去向有部门如实交代新兴厂的造假内幕，争取宽大处理，而不是在这儿求我。说完，我拉着梁建业转身走回了厂里。保安立刻过来，把还在大哭大闹的陶百合请出了厂区。回到办公室，薛成鹏正拿着一份厚厚的文件在等我。顾总，外面处理干净了。薛成鹏递给我一杯热豆浆，然后把那份文件郑重地推到我面前。这是昨天我连夜让法务拟定的正式股权变更书，从今天起，你就是拥有工厂30%股份的技术合伙人，咱们厂正式改规矩了。我接过那份股权变更书，看着上面鲜红的公章，心里一阵感慨。10年了，我终于用手里的剪刀和皮针，为自己剪开了一条真正的出路。薛总，自我签了。我拿起笔，利落地签下名字。既然咱们现在是合伙人，那我就丑话说在前头，以后厂里的所有生产标准必须严格按照传统工艺走，没有我的签字，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压缩工时、给改面料。绝对没问题。薛成鹏连连点头。顾总，我现在是彻底醒悟了。之前我在国外学的那些所谓的互联网流量打法，在实实在在的质量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以后技术归你管，我专门负责去跑销路。看着薛成鹏这副虚心受教的样子，我欣慰地笑了笑。对了，薛总，既然要跑销路，咱们不能全靠别人。我指了指站在一旁的梁建业，咱们现在的出货量太大了，如果继续用外包物流，不仅成本高，而且容易爆仓。我提议把物流业务包给梁建业牵头的车队。薛成鹏眼睛一亮，对啊，梁哥手底下100多号兄弟，自己人送货，效率和安全都有保障。梁哥，这个物流部经理非你莫属了。薛总放心，秋燕做出来的衣服，我梁建业保证每一件都全虚全伪的交到客户手上。办公室里的气氛一片大好，之前笼罩在工厂上空的阴霾一扫而空。就在这时，薛成鹏的手机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他接起电话，拼了2句，脸色瞬间变了。他挂断电话，转头看着我，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秋燕，医院刚才打电话来，我爸醒了，医生说他脱离危险了，他老人家说想见见你。
下午，我和薛成鹏一起赶到了市中心医院 VIP 病房里。老董事长靠在床头，虽然脸色还有些苍白，但精神状态已经恢复了不少。薛成鹏眼眶一红，快步走到床边。老董事长拍了拍儿子的手，然后把目光转向了我，眼神里满是欣慰。顾秋汉啊，厂里发生的事儿，我刚才都听护工念报纸说了，多亏了你啊，保住了咱们厂几十年的老招牌。董事长，您别这么说，这都是我该做的。薛总现在也成长了，知道实干兴邦的道理了，您就安心养病，公司的事情有我们呢。老董事长瞪了薛成鹏一眼，哼，他之前搞的那些什么积分、什么快返，纯粹是胡闹。做衣服就是做良心。顾秋寒，成鹏把30%的股份给你，我举双手赞成。咱们厂缺的就是你这种敢说真话、有真本事的大师傅。薛成鹏在一旁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爸，我真的知道错了，以后我一定跟着顾秋燕好好学，踏踏实实做实业。老董事长爽朗地笑了2声。行了，哈哈哈，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再活几年。你们赶紧回厂里去吧，大促期间正是最忙的时候，别在我这儿耽误时间。从医院出来，外面的阳光格外灿烂。我和薛成鹏相视一笑，心里的最后一块石头也落了地。刚回到厂里，梁建业就兴奋地跑过来，拉住我的手。媳妇儿，快跟我去后院看看，我把兄弟们都集结好了，保准让你吓一跳。工厂后院那片巨大的空地上，整整齐齐地停着20辆崭新的轻型厢式货车。100多个穿着统一物流马甲的司机兄弟正列队站在车前，看到我们过来，大家齐刷刷地喊了一声：“顾总好，薛总好！”这阵势把薛成鹏都给镇住了。老公，你这是？我惊讶地看着梁建业，梁建业嘿嘿一笑，拉着我走到最前面。媳妇儿，你不是提议让我接手厂里的物流吗？我昨天就把周围几个车队的兄弟全召集起来了，咱们成立了专门的运输大队。从打包、装车到发往全国各地的集散中心，咱们一条龙全包了，不仅效率高，而且成本能压下来20%。梁建业拍着胸脯保证：“兄弟们说了，顾总做的是良心买卖，咱们跑物流的也得拿出良心速度，绝不压货。”薛成鹏激动地握住梁建业的手：“梁哥，你这简直是雪中送炭啊！有了你们这支车队，咱们的履约率绝对是全网第一。”看着梁建业自信的笑容，我心里满是骄傲。这个一直默默站在我身后，给我送烤红薯的男人，终于也有了自己大展拳脚的舞台。我们夫妻俩，一个主内抓技术，一个主外抓物流。这家老厂在我们的齐心协力下，彻底焕发了新生。接下来的半个月，工厂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高效而稳定地运转着。618大促当晚12点是最后的决战时刻，牛大姐满头大汗地从车间跑进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张刚刚打印出来的财务报表，声音激动得直发颤。秋叶，薛总，最终的销售数据出来了，你们绝对猜不到咱们卖了多少钱。卖了多少？快说快说！薛成鹏急得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抢过牛大姐手里的报表，他只看了一眼，整个人就僵住了，嘴巴张得老大，半天没说出话来。到底多少啊？你这急死人了！梁建业凑过去看了一眼，直接惊呼出声：“我的亲娘嘞！3个亿！”我端着水杯的手也微微抖了一下。是啊，3个亿！咱们那款魔术裤单品销量突破了300万条，还有其他几款根据老版型改良的上衣也全都卖爆了，退货率不到1%。赢了，咱们赢了！薛成鹏激动得像个孩子一样，在办公室里又蹦又跳，一把抱住梁建业。梁哥，咱们创造了服装界的奇迹啊！我看着报表上那串长长的数字，眼眶微微湿润。这3个亿不仅仅是利润，更是市场对传统手艺、对良心做工的最高认可。那些盲目追求效率的资本玩家输了，我们这些踏踏实实踩缝纫机、画图纸的手艺人赢了。薛总，别光顾着高兴。我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激动。既然赚了钱，咱们吃肉也得让底下的兄弟姐妹们喝糖。明天一早召开全场大会，论功行赏。没问题。薛成鹏拍着胸脯。顾总，全听你的安排。第二天清晨，阳光洒满了整个厂区，全厂几百名员工整整齐齐地聚集在广场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我走上主席台，看着下面那一双双期待的眼睛，清了清嗓子，大声宣布：咱们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薛总和我决定拿出利润的一部分，今天发现金大奖，牛大姐念名单。底下的欢呼声瞬间掀翻了屋顶。牛大姐拿着名单，声音响亮地开始念名字：缝纫1区吴层霞，奖励2万；裁剪2区刘大壮，奖励2万。一摞摞红彤彤的现金发到工人们手里，大家笑得嘴都合不拢。我拿过麦克风，看着台下的牛大姐：牛大姐，这段时间你带着缝纫组日夜赶工，还要帮着管理车间，最辛苦。厂里决定正式提拔你为车间主任，一次性奖励10万元。牛大姐愣住了，捂着嘴，眼泪唰的流了下来。她走上台，紧紧抱住我：秋叶，谢谢你，这厂子有你在，咱们大家伙心里就有底了。薛成鹏也走上台，对着全场员工深深鞠了一躬。
大家辛苦了。薛成鹏大声说：“我薛成鹏以前犯过浑，差点把大家的饭碗砸了。是顾总，是大家用真材实料把厂子救了回来。以后咱们厂不搞那些虚头老脑的形式主义，谁技术好，谁做衣服用心，谁就拿高薪。”全场再次爆发出龙鸣般的掌声。发完奖金，我回到办公室，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熙熙攘攘、充满生机的厂区，再也没有了那些令人窒息的考核表格，再也没有了陶百合那样只会投机取巧的蛀虫，有的只是踏实干活的工人，可以台台稳定运转的缝纫机。梁建业走到我身边，从后面轻轻环住我的腰，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媳妇儿，你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我靠在他结实的胸膛上，微微一笑。我在想，这才是工厂该有的样子。走吧，老公，今天咱们准点下班，去干件大事。干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梁建业好奇地问。我转过身，从包里拿出一把崭新的钥匙，在他眼前晃了晃。咱们那套在南郊租的小破屋该退了。我在市中心看中了一套3居室的大房子，昨天已经交了全款，钥匙都拿到了。以后咱们再也不用挤在那个漏风的仓库里打板了。梁建业瞪大了眼睛，一把抢过钥匙，激动的手都抖了。学区房，市中心，全款。媳妇儿，你这也太神速了吧！你老婆现在可是持股30%的顾总。我笑着捏了捏他的脸。你把老家的房子抵押了，支持我创业，我怎么能不给你个大大的惊喜？下午5点，打卡机准时响起。这一次我不是像以前那样带着憋屈和愤怒逃离工厂，而是带着满满的成就感，和梁建业手牵手走出了大门。厂门外，夕阳把整条街道染成了金黄色，几个路过的工人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顾总，梁哥，下班啦！我笑着回应：下班了，大家也早点回去休息。梁建业拉开那辆陪了我们许多年的小货车的车门。媳妇儿，请上车，咱们去看新家。坐在副驾驶上，我看着窗外不断倒退的风景，回想起这大半年来的经历，就像做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梦。从被当众羞辱、扣工资，到利用规则疯狂反击，再到最后用真本领绝地翻盘。我赢了，不仅赢了薛成鹏和陶百合，更赢得了尊严。梁建业突然握住我的手，认真地问：“媳妇儿，新兴厂倒了，市场这么大，咱们下一步怎么走？”我反握住梁建业宽厚温暖的手，看着前方宽阔平坦的马路，眼神无比坚定。下一步，我们要回归最纯粹的手艺。我深吸了一口气，语气平缓却充满力量。我们要把这家厂做成全国最专业的微泡女装基地。我们要让每一件从我们厂出去的衣服都能让顾客穿上10年都不变形。梁建业用力点了点头，踩下油门。好，你做良心衣服，我保证把它们平平安安送到每个客户手里。2个月后，新兴厂因严重的质量问题和债务纠纷被法院正式查封。陶百合因涉嫌职务侵占和商业欺诈受到法律制裁，彻底在行业里销声匿迹。而我们的工厂则稳扎稳打，凭借极其过硬的版型和质量，积累了海量的忠实客户。薛成鹏也变得越来越沉稳，每天穿着工作服在车间里跟着师傅们学工艺。周末的下午，我坐在市中心新家宽敞明亮的阳台上，阳光洒在我的画板上，我拿着笔正在安静地勾勒一款初秋的风衣。没有倒计时的催促，没有刺耳的考核警报，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梁建业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走过来，放在我手边，笑着说：“顾大版师，休息一会儿吧，这版型已经够完美了。”我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蓝天白云，释然地笑了。是的，没有白走的路，没有白吃的苦。在这场喧嚣浮躁的数字游戏中，只有坚守本心，磨砺真本领，才能笑到最后。